终于还是决定搬回老家生活一段时间。院子前2年修建过一次，只是为了回老家的时候有一个住的地方就行了，基本上也只有过年和村里有事儿的时候才回来，所以建好之后也很少回来住。厨房和卫生间都是新建的，这2间房都是旧房翻新的，只是长期没人住，里面太潮了，味道大的根本就住不了人。之前这里有2间老房子，本来想种些花草，现在已经荒成这样了。为了把院子留得大一些，决定把这2间卧室给拆了。另外就是这2间卧室在大门口，让本来就不大的院子显得更小了。每次进门都会觉得这面墙特别堵，所以就决定把它给拆了。还有就是院子里的水泥地面不是通石做的，所以就看起来特别丑，决定把地面全部打掉重新做。决定在这2间房子前面留出1米距离，铺上木地板。联系了勾机师傅，明天一早过来拆房，所以今天就要把木地板部分切割出来，这样就可以把木地板位置的水泥地面保留下来，这样就可以防止下雨的时候木地板下面出现存水问题，也不会影响美观，这样也会让地面变得更整齐一些。门和窗户也是新装的，还没怎么住就要拆掉。村里刚好就有做门窗的，又喊来帮忙拆了，看能不能凑着给卖了。这要让我自己拆多少有点困难，让勾机直接回来也太可惜了。还有房顶的架子，拆下来的钢架也刚好可以做木地板的龙骨，之前的都拆掉了，就等勾机明天早上过来拆房了。勾机师傅一早就到了，也是刚好可以开进来。刚开始考虑过自己来拆这个房子，这样就可以省下勾机的钱。后来考虑到白天要上班，只能周末的时候回来干活，还是决定让勾机来拆。这次收拾院子就想着怎么省钱怎么来。房子背面没拆，刚好可以留下来做围墙，多出来的砖也可以2次利用。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整个院子，所以还是准备砌一面迎宾墙。拆下来的砖应该足够了。对用到的材料没有什么概念，所以就买了2袋水泥和2平方沙子。因为没有砌过墙，所以还是找人来帮忙。问了一下水泥和沙子的配比，就开始学着活挥，这样就又可以省掉一份工钱。总之，这次收拾院子，能不花钱的地方尽量不花钱，能自己做的工作尽量自己做。大学毕业就去了北京，2020年回来的。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是自己在做，今年年初实在压力大的扛不住了，就找了一家公司上班。也可能近期压力比较大，也比较焦虑，晚上总是睡不着觉，所以就特别想回来住一段时间。所以休息的时候能尽量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，想着回头可以在院子里种种花，养养鱼，喝喝茶，休息的时候也算有个事做。师傅砌墙的时候，我还故意多留意学习了一下，以后再有砌砖的工作，应该我自己就可以做了。
今天装下水管道。排水沟是每天下班之后回来挖的，保留了之前的排水口。终于铺完了，屋檐下多留了2个排水口。这个地方准备搭一个小木屋，这里准备留一个洗手池，来测个水平，确保水可以顺利排出去。之前剩下的这管道，先把地漏位置接出来。地漏位置就是这样子了，等院子地面铺完再装地漏。
这是我用了3个月的休息时间把老家改造后的样子，正好买的土工布也到了。铺沙石之前需要先铺一层土工布，土工布一是可以防止长草，再就是可以避免把沙石踩到土里面去，不然后期维护起来就特别麻烦。今天风有点大，刚好买土工布送了可以固定的钉子，不然今天这活儿我一个人是搞不定的。没有选择给地面做硬化，一是考虑成本太高，再就是水泥地面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裂痕。铺沙石更方便对院子进行2次改造，因为最初改造院子并没有做好充分的设计，都是走一步看一步，这样后期想改造哪块区域就可以直接把沙石移开，把下面土工布剪掉就行了。从开始就考虑在院子做一个鱼池，只是暂时还没想好位置。沙石买了1个平方，共花了160块，因为买的比较少，老板不给配送，只能自己开车去拉。正好路过街上还喊了2个帮忙的，今天晚上就可以早一点赶回去了。目前住在小院还是不太方便，特别是现在冬天取暖就是一个大问题。靠近花池的部分准备种上草坪，不然总会觉得院子缺少点绿色。为了防止沙石不会被踢得到处都是，我还专门在草坪交界的地方做了一道防护，这样看起来会更整齐一点。最后整体效果感觉还是挺满意的。接下来就是等草坪到了，开始准备铺草坪。买的草坪因为物流原因，路上耽搁了10来天，收到的草坪已经干的土都掉了。不过商家也承诺，种不活可以补发。买了8个平方，共花费240块钱。先把钉布石移开，铺完草坪可以直接把钉布石放草坪上就行。铺草坪之前需要先把土松一下，这2天天气还不错，土没有被冻上。松完土之后再给地面找个平，接下来就可以直接铺草坪了。第一次铺草坪，希望不翻车。铺完草坪之后需要踩一遍，这样可以让草坪与土更好的结合。如果不是草坪都变黄了，铺上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。铺完草坪之后就可以用水一次性浇透，院子地面就算告一段落，就等明年春天把花池里面种满花了。先来处理这个墙面，然后这个墙面2年前整理过，然后看起来还是挺新的，但是不能细看，这是因为长时间没人住，空鼓了。所以我今天准备把它重新翻修一下。其实那个柜子我觉得特别丑，一直想搬走，但是现在没地方放。担心墙面还会继续开裂，就想着用滚筒可以在墙上做出纹理的效果，这样裂痕看上去就不至于太过明显。其实很多工作都是第一次尝试，
做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没有底的，很多工具也是第一次使用。其实做完最后效果还是挺满意的。